當美股、日股、日債都被大量的拋售，比特幣也被大量的拋售，甚至連黄金也被大量拋售的時候呢，那就算你对投資跟賺錢一點興趣都沒有，我也勸你把這部影片看完，因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了。這個糧草就是市場上聰明的錢，而這些錢已經在告訴你，我們的錢都在蒸發了。什麼意思呢？大家好，我是草醫生。錢呢只會不斷的轉移，比如說美股出事了，錢可能就會從美股抽走嘛，然後轉移到美債，美債出事了，可能就會轉移到黃金，而被錢離開的資產呢，價格就會暴跌；被錢走進去的資產呢，價格就會暴漲。那現在風險資產跌了，避險資產也跌了，無論你把錢放在什麼地方呢，都只有一個結果，都是虧錢的時候呢，那錢確實就是被抽走了，但卻沒有被轉移了，而是被直接蒸發了。為什麼呢？難道是因為 AI 的泡沫要破了嗎？所以 NVIDIA 這家 AI 的龍頭呢，直接就發了財報了，把所有對 AI 質疑的人呢，都按在地上摩擦了。他這一季賺的錢比上一季還多賺了22%。那這樣的財報，你還覺得 AI 是泡沫嗎？結果當天 NVIDIA 的股價直接往下崩。這段時間的 NVIDIA 呢，最多已經跌了20%。如果你覺得這只是特例呢，那麼 Meta 也就是臉書，這段時間最高已經跌了26%，微軟呢也跌了16%，Palantir 呢跌了28%，而甲骨文呢甚至跌了46%。就是你會發現，這些公司呢都是今年漲得最多的 AI 公司，而現在一瞬間全都平均暴跌20%以上，就你投100萬進去就沒了20萬。而這些跌得這麼慘的龍頭企業呢，你會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全都跟一家公司有瓜葛，就是 OpenAI 嘛。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奇怪，我自己投資呢看的只有大戶資金的走向，還有股票在市場上面的供需嘛，我從來都不怎麼看財報的。但這一次呢，我真的忍不住看了一下 NVIDIA 的財報，然後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我瞬間穿越到了2000年，我看到一家叫朗訊的公司，這家公司呢從未出現在 NVIDIA 的財報裡面，現在可能也很少人聽過。但是在00年的時候呢，這個公司跟現在的 NVIDIA 地位是一模一樣的。就你要去舊金山挖礦，你就要去買鏟子，而現在全世界要研發 AI， 就要去買 NVIDIA 的晶片，所以 NVIDIA 就是賣挖 AI 金礦的鏟子的。而00年的時候，全世界想要研發互聯網，就需要用這一家朗訊的設備，朗訊就是賣互聯網這金礦的鏟子的。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沒有聽過朗訊這家公司呢？因為它的股價早就從84美元跌到了只剩下不到1塊美元了，而人呢是健忘了，當時的不倒神話呢，過了10幾年也就被沖淡了。那所以呢，朗訊的地位跟 NVIDIA 一樣，難道這就代表 NVIDIA 會走它的後路嗎？這沒有邏輯啊。那如果他們不僅是地位一樣，那做的事也幾乎是一模一樣呢？而當我正以為只有美股是這樣的時候呢，比特幣最高暴跌了36%。黃金雖然反彈了6%，但最多的時候也跌了11%。然後呢，中港股跌了，日股、日債也跌了。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只是 AI 有泡沫，那跌的應該只是美股而已啊。但是現在大部分的資產都在跌啊，那這到底發生什麼呢？如果我告訴你美元將會很快變成廢紙，你可能會覺得我是在危言聳聽。但我要說的並不是美元要崩盤，而是美國的資本正在啟動一個計劃，讓全世界都交出手上的美元，然後再把美元變成廢紙。什麼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成為這一次的犧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階層的話，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以後就忘了，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還有最近呢，有很多不法分子去冒充我的名字進行詐騙，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警告啊。首先 NVIDIA 的財報告訴我們，這個公司賺到的錢呢比過去多了22%，那是不是可以代表 AI 是沒有泡沫的？很多人就會說啊，當然是啊，因為現在只要想要研發 AI 的公司呢，都要用到 NVIDIA 的晶片。如果這些研發 AI 的公司賺不到錢的話，那他們是不是就不會買 NVIDIA 的晶片了？而現在 NVIDIA 賺的錢越多了，那是不是就代表 AI 整個行業現在都賺到錢了？是不是就可以證明 AI 不是泡沫，研發 AI 是可以賺到錢的？那我們看一下事實嘛。賣晶片的 NVIDIA 呢，確實是很賺錢，沒錯了。一個季度呢，它可以淨賺200多億美元。
但是研發 AI 的頭號選手 OpenAI 呢，今年準備要虧93億美元，明年可能要虧得更多，也不會上市。那這代表什麼呢？各位，這個問題你想不出來答案，你換個思路去想嘛。今天你想要去舊金山挖金子啊，你就要用到鏟子。那我們能不能說賣鏟子的人很賺錢，也代表你這個挖金的人很賺錢呢？現在的情況就是賣鏟子的人確實很賺錢，但他賺到的錢呢，是比所有去挖金的人賺的錢加起來還要多的。也就是說，現在真實的情況就是你這個去挖金的人完全賺不到錢，甚至你要虧錢。但是你卻加倍的去砸錢去買鏟子去挖金，讓賣鏟子的人賺了更多錢，這是不是反而代表這金礦它本身就是一個泡沫呢？所以挖金的賺不到錢，賣鏟子的人賺的錢越來越多，這是不是反而代表這個泡沫是不但存在了，而且還越來越大呢？因為你是賣鏟子的，你根本是不會在乎挖金的人他們能不能賺到錢了，你在意的只有你的鏟子能不能賣得出去而已。只要有人來買，你管他能不能挖到金，對吧？而你要把你的鏟子賣出去，你並不需要真的讓挖金的人真的挖到金的，你只需要讓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挖到金，你这樣你的鏟子就可以賣得出去了。也就是說，你只需要把這個金礦的泡沫吹得越大，讓更多人相信能挖到金了，就會有更多人去買你的鏟子。再直接點嘛，是不是賣鏟子的人賺的錢越多，其實反而是代表這個金礦的泡沫越大呢？因為挖金的人都賺不到錢嘛，那這個邏輯能不能理解呢？所以同樣的道理 ，NVIDIA 它很賺錢，只是代表了它的晶片可以賣得很好。再說句不好聽的，就是你這個研發 AI 的，你買了 NVIDIA 的晶片之後，你是發財了還是跳樓了？跟 NVIDIA 有什麼關係呢？而現在就是告訴你，買了 NVIDIA 晶片的最大 AI 研發者呢，就 OpenAI 呢，它是虧錢了。這是不是反而證明了 NVIDIA 賺的錢越多，這個泡沫其實就越大呢？當然，有的人不理解或者是不認同這個邏輯，但這至少證明了 NVIDIA 這家公司賺的錢越多，晶片的需求很大嘛。但是它跟 AI 本身有沒有價值有沒有泡沫是兩件事了。就好像08年之前了，房貸的需求也是很大的，難道這就能夠證明房地產是沒有泡沫的嗎？但就算如此呢 ，NVIDIA 至少也多賺了錢嘛。它的股價甚至整個 AI 圈呢，也不至於是暴跌才對啊。所以是因為它的財報還坐實了一件事，而這件事呢，跟當年朗訊崩盤之前的身影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什麼意思呢？朗訊當年玩的遊戲呢，就是自己借錢給客戶去買自己的產品。簡單來說呢，就是應收賬款融資嘛。為什麼挖金的人他們賺不到錢，但是他們卻反而會買更多的鏟子呢？說白了就是客戶沒錢買我的設備，那沒關係的，我借錢給你去買，這樣我的銷售額呢一下子就可以做上去了，財報呢就好看得不得了了。再簡單點嘛，其實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設備賣給了客戶，但不收錢，等到客戶有錢了才把這個錢收回來。這個就是當年的互聯網泡沫。而現在的 AI 呢 ，OpenAI 的手上就只有30億美元，但是他卻簽了要投資1萬億美元的合約，相當於你手上只有30塊，你卻敢走進去買了1萬多塊的遊戲機，為什麼呢？之前影片就說了 ，NVIDIA 直接給 OpenAI 錢，條件就是這些錢必須要用來買我的晶片。然後 OpenAI 一轉頭呢，又跟甲骨文簽了雲服務的協議，甲骨文呢，又立馬用未來 OpenAI 租金的承諾去做抵押，貸款去買了 NVIDIA 的晶片。這個錢繞了一圈呢，回到了 NVIDIA 手上，然後大家的產品呢都賣了出去，左腳踩右腳了。他們簽約的那一刻呢，股價就暴漲了。但是現在 NVIDIA 的財報出來之後呢，就證明了這個遊戲玩得有多狠了。你會發現 NVIDIA 一個季度它賣了570億美元的晶片，但是這裡面的應收賬款呢，卻有330億。也就是說，他賣了570億的貨，有超過一半的貨呢都是賒賬的，甚至自己借錢給別人買自己的產品的，而且這些客戶還錢的速度呢還越來越慢。當年的朗訊呢，就是借錢給了客戶買自己的設備嘛，相當於我給你設備，你可以賒賬來付，等這些客戶有錢了才可以還得上錢給朗訊嘛。而這些客戶可以還上錢的時間最長的時候呢是64天。也就是說，朗訊要等接近2個月才可以把一部分的錢收回來。那當時他的客戶為什麼要這麼久才能還到錢呢？就是因為他們都沒錢去還了。那整個行業買了這些設備，
甚至用了這些設備之後，依然是賺不到錢了。然後整個行業的現金流呢，早就已經出現了問題了。那麼現在的 NVIDIA 呢，這些賒賬的天數從一個季度的48天，拉到第二季度的50天，到現在的53天，也是越來越長了。最重要的是，當年的朗訊借錢給客戶買自己家的貨之後呢，他就說自己的產品非常的搶手，訂單呢都需要排隊的。但是同時呢，他自己倉庫裡面的庫存卻堆積如山了。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嘛。就如果你的產品真的這麼搶手，那為什麼你的產品都只能堆積在倉庫呢？也就是說，市場對你的產品需求根本沒有那麼大，而當時就是因為需求崩盤了，這些庫存馬上就成為壞賬了，錢就收不回來了，然後那麼多的生產線就只能關閉了，這個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然後現在 NVIDIA 的財報我們都可以看得到了，它的庫存呢已經從100億美元暴漲到200億了，直接翻了1倍了。所以同樣的問題，如果 AI 的晶片非你 NVIDIA 不可，要被瘋搶的話，那麼你倉庫裡面的存貨呢，為什麼會多了1倍呢？這是不是已經說明了下游的 AI 公司已經沒有前途了？然後 Microsoft 的 CEO 也說了，他們現在倉庫裡面呢也是堆滿了晶片算力卡了。為什麼？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電箱。翻譯成人話呢，就是現在的客戶根本是不缺卡的，缺的是電。所以 GPU 呢，全是在倉庫裡面吃灰的。再直接點呢，就是現在搞 AI 的，一邊是在燒錢買卡，一邊呢是電力跟不上，也賺不到錢。而這些賣晶片的、賣服務的上游呢，卻等着這些搞 AI 的下游給他們付錢。那這是不是形成了一個多米諾的骨牌呢？只要其中一張牌倒了，所有的上游射出去的錢都變成壞賬。這不就跟當年的朗讯一樣嗎？他借錢給客戶的錢還不上了，那自己的資金鏈反而就斷了，也沒有人繼續買他的貨，然後就崩了。所以 AI 有沒有泡沫呢？關鍵是在於 OpenAI 這些公司能不能賺到錢，而不是 NVIDIA 能不能賺到錢。而且也不是說現在 NVIDIA、甲骨文、Palantir 之類的股價跌了，那這個 AI 的泡沫就會爆的。股價跌可能只是泡沫要爆的結果。08年真正的泡沫是因為當年買房的人還不起房貸，所以才會崩盤，引發連鎖反應的。而現在的 AI 泡沫也是一樣的 ，NVIDIA 股價的漲跌呢，只是泡沫的結果，不是原因。我們要盯着的是 OpenAI 這一家沒有上市的公司，沒有內幕資料公開的公司，它什麼時候會頂不住的這一張骨牌啊？而且現在還有一張更重要的骨牌，已經在搖搖欲墜了。就是 GPU 的算力，它租出去的價格已經在雪崩了。之前的影片講過，但我沒想過這麼快已經發生了。就是 Meta 這些公司呢，他們是不會自己出錢，而是找到影子銀行出錢去替他們去建數據中心了。而數據中心建好了之後呢，他們寧願用很高的租金來租用，而最後影子銀行呢就會把這些租金的收入打包成一個理財產品賣給普通人。還有養老基金、保險基金，也就是說 ，AI 公司呢，他們是用普通人的錢去為自己建昂貴的數據中心，然後來賺更大的錢了。細節你等一下去看嘛。也就是說，這個模式能玩下去的關鍵呢，就是算力的租金，它必須要一直維持在一個很高的位置，高到是可以覆蓋所有的成本，同時它還要賺到錢，因為租金呢就是維持整個遊戲的收入嘛。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8月份這個 H100 出租的價格呢，當時是每個小時3.3美元，而到了現在呢，已經暴跌到2美元左右了。也就是說，3個月的時間，它的租金跌了40%。這也就是說，無數的數據中心呢，他們買了天價的 H100 的晶片，他們也蓋好了廠房，接通了電源，準備開始放租的生意了。結果一開門才發現算力的租金大跌。原來他們要預計3年回本的錢，現在5年都不一定能回本。那一旦這張牌給倒了，你覺得跟你是無關的嗎？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從來沒有買過什麼 AI 的理財產品，但你有養老金有保險，對吧？你的這些錢拿去投資了什麼，那就不是你決定了啦，而是這些養老金保險的人來幫你決定了。那這跟你有沒有關係呢？你可能會說這些錢你不在乎，那你的老闆、你的公司呢？00年互聯網泡沫崩盤了，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呢，股市崩盤，房價也崩盤，做生意的也崩盤。那你有沒有股票？有沒有房？
啊，就算你都沒有，你家的老闆有沒有呢？當你公司的現金流斷了，裁員的人會不會是你呢？甚至如果你公司直接倒閉的話，你會不會失業呢？那人是健忘的，以前還好一點，因為00年一次，08年一次是隔了8年，現在是隔了17年。你要說最接近的就是20年的疫情，那當時很多人其實沒有做錯任何事啊，他們甚至也沒有做過任何投資。但是經濟崩盤的時候，真的跟你無關嗎？真的距離你很遙遠嗎？所以自己的命運、自己的錢是不是應該自己來決定，而不是什麼都不做，覺得跟自己無關了，然後就等着被收割了？為什麼這一輪美股比特幣暴跌，我們1分錢都沒有虧呢？不是因為我們不投資就不虧損，而是因為我們把錢轉移到黃金跟白銀，把握住這一波歷史以來最大的暴漲，賺到了非常不錯的利潤。所以選擇資產跟選擇時間重不重要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段時間在打游擊戰的原因，因為我們比巴菲特更靈活，他去賣股票要提前1-2年，我們只需要提前1秒，所以我們就可以賺到錢就跑了。然後你思考一下，如果一只股票你買它失敗的概率是99%，你要不要投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搖頭了，對吧？但是為什麼你不去問一下，你投這只股票虧的話虧多少錢，賺的話賺多少錢呢？如果今天我投了100只股票，有99只都是虧錢了，但每一只我只虧1萬，我是不是就虧了99萬？但只要我有一只贏了，我就可以賺1000萬，那麼最後我是不是還賺了900多萬呢？所以我虧了99萬，是不是只是我投資的成本呢？所以勝率是很重要，但賠率也很重要。而且第一，我們是不會有內幕的嘛，所以我們是不可能知道哪裡是底部，你去抄底就等同於接飛刀。第二，我們是不需要預測泡沫是什麼時候破，我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泡沫裡面衝浪，在崩盤之前撤退，自動化的執行賺夠就跑的這個止盈機制。記着，我們不是要去當股東了，我們是收保護費的。我花了3年時間，把這一套泡沫裡面搶錢的完整系統全部塞進了投資改命培訓營裡面。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美金，甚至不用付1塊錢，只要你是我的粉絲，真的想要在市場活下去，我直接送給你，算是一場公益課。那麼上一次沒有搶到門票的人，這一次手慢了也一樣沒份了。所以趕快點擊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立刻鎖定你的位置。不要等到危機出現了啊，你虧錢了，被套牢了，你才想起曾經有這個名額放在你的面前。那麼 AI 的泡沫越厲害，代表什麼呢？比如說大家都把錢拿去炒美股了，或者是這些 AI 巨頭不斷的向市場發債，不斷的借錢，這是不是代表了市場上的錢都被這些 AI 的企業抽走了呢？ OpenAI 的財務官呢，甚至還去建議美國政府替 OpenAI 擔保去借錢，讓政府、銀行跟私募基金給他們的晶片還有數據中心兜底啊。也就是說，如果美國不想要讓這個 AI 泡沫爆破的話，就必須要不斷的想辦法給他輸血送錢，允許他在市場上把錢抽走。那麼問題就來了，市場不但沒錢了，美債也沒人買了，什麼意思呢？美國政府一個月平均花6000億美元，然後之前它不是關門了嗎？所以這6000億美元呢就不能花出去了。那這是不是相當於美國政府凍結了6000億美元呢？而現在美國政府重新開門了，那這筆錢是不是就解凍了？市場上是不是就不會那麼缺錢了？然後你看嘛，美國隔夜逆回購繼續的下跌，跌到接近清零的狀態了。之前講過，這筆錢是銀行跟華爾街存在美聯儲的閒錢的。相當於存錢罐，是用來救急的。如果這筆錢越多呢，就相當於大家都不用錢救急嘛。而現在這筆錢沒了，就代表銀行跟華爾街都把救急的錢拿走了。還有另一個存錢罐，存款準備金呢，它也繼續的往下跌了，跌到了28000億了。再多跌1000億呢，就跌破了紅線了。美國所有的銀行呢都不能貸款出去了。所以一旦出事呢，這2個存錢罐都沒有辦法給整個金融系統輸血了。再簡單來說呢，美國不想要 AI 爆的話，就要在市場抽錢。可是現在市場連救急的錢都抽沒了。還有呢，上一部影片講了，美聯儲降息了之後，美債的利息呢，它並沒有降下來的。為什麼？因為現在美債的價格暴跌了，已經賣不出去了。如果它還去降息的話，就更沒有人去買了。所以再簡單點嘛，這個市場呢有3批人是需要錢的。第一批就是維持 AI 泡沫的人，第二批呢就是美國的銀行跟華爾街，也就是金融系統，
第三批呢就是美國政府，而現在犧牲掉的是金融系統跟美國政府，用銀行跟美債的錢去供養着 AI 的泡沫，那怎麼辦呢？就是讓其他可以跌的資產暴跌，然後讓這些錢轉移到銀行、政府跟 AI 巨頭的手上。比如說黃金，雖然它不是暴跌，但它下跌的原因是什麼呢？是美國把俄烏戰爭加速處理了，然後俄羅斯直接宣布要拋售黃金了。還有日本，自從承諾要投資5000多億給美國之後呢，它的日股、日債、日元直接暴跌了。然後比特幣呢，美國說要對拿着加密貨幣的人徵稅啊，就是告訴你，你現在賣的話呢，你後面就不用交稅。那你賣不賣呢？一直以來都是只買不賣的贝萊德呢，現在都開始砸盤了。包括我自己呢，之前黃金、日元、比特幣也只贏了一部分了，我拿着美元了。所以你就會發現，這一系列砸盤之後呢，美元指數開始反彈了。那是不是就是說，現在大部分的資產被砸下來之後呢，錢又重新的流進去美國了呢？那這還不夠啊，這點錢還不夠接盤美債。就是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前段時間美國政府沒收了陳志還有錢志敏手上的比特幣是接近20萬枚的，加上他之前沒收的，其實美國政府手上已經拿着40萬枚比特幣了。加上最大的財團貝萊德呢，他手上拿着60萬億的比特幣，如果不算其他的財閥資本家，美國至少也控制了全世界100萬枚比特幣，已經是比特幣最大的莊家了。而且美國還發行了比特幣的 ETF， 也就是全世界可以像買美股一樣到美國去買比特幣。那這些代表什麼呢？代表全世界想要買比特幣，後面就要找美國了。而找美國去買比特幣呢，就必須要用到美國新發行的穩定幣。那是不是說比特幣就跟穩定幣掛鈎了？當年全世界為什麼都不用黃金，而是用美元呢？就是因為美國是拿着全世界最多的黃金，所以大家用美元呢都可以去兌換到黄金。而現在呢，美國依然拿着全世界最多的黄金，也拿着全世界最多的比特幣。那如果美国把穩定幣跟黄金和比特幣掛鈎了，大家是不是就會相信穩定幣呢？貨幣的本質呢，就是信任嘛。只要大家相信穩定幣的價值呢，大家就願意拿自己手上的錢跟資產來換。也就是說，穩定幣它是一個全新的印鈔機器啊。什麼意思呢？只要手上有美債的銀行跟機構呢，他們都可以發行穩定幣。買的美債越多呢，就可以發行越多的穩定幣。而只要我發行一個虛無縹緲的穩定幣，我就可以把你手上的錢換走，然後呢，我就可以用你的真金白銀去買更多的美債，然後發行更多的穩定幣。而美債呢是有利息的，也就是說，我發行越多的穩定幣，我手上就可以買越多的美債，我收的利息呢就會越多。再簡單點嘛，就是今天你把錢給我，我給你一個穩定幣，然後我再用你的錢去買美債收利息，錢是你付的，利息是我收的。這樣銀行跟金融機構呢，是不是都會搶着去買美債呢？然後去發行穩定幣呢？然後呢，我相信很快就會走到這一步了，就是穩定幣將會變成移動的付錢工具。就是你去 Ralph Lauren 買衣服，去 Starbucks 買咖啡，你都不用帶美元了，你直接用手機掃一掃這個 QR code， 然後呢，你付穩定幣就可以了。這樣就會把全世界手上的美元都收了過去，用穩定幣來換，這就叫做李代桃僵。美聯儲它不需要印錢去接盤美債了，全世界都把自己的美元拿去換了穩定幣，然後銀行就拿了全世界的錢呢，去把這個美債給買了，接盤的美債了。所以你會發現，美國政府它一開門呢，就迅速的通過了一個法案，就是允許銀行持有更多的美債，這已經為銀行後面大規模買美債鬆綁了。當然一開始呢，大家可能不會把自己的美元拿去換穩定幣，就好像信用卡剛出來的時候呢，大家也不去用的。但是現在誰不用呢？比特幣一開始也是了，甚至到現在很多人都說這是一個騙局。結果現在比特幣已經漲到了10幾萬美元了。所以只要這個銀行是承認穩定幣的，亞馬遜啊、沃爾瑪啊出一個活動，只要你去用穩定幣付錢，它可以給你打個9折，那你是不是也會乖乖的交出你的美元拿去換穩定幣呢？到時候的美元都是變成用來買美債了，穩定幣呢就是用來交易付錢的，那1分錢就可以變成2份來用了，那這樣就可以解決美國缺錢的問題了。而在此之前呢，大家必須要有心理準備，因為歷史上每一次的貨幣革命都會伴隨着資產的價格暴跌。巴菲特呢他在等，
大空頭 Michael Burry 呢也在等，對於我們來說也是的。如果奔盤的火車快撞到我們了，那我們一定是要先離場，保護好自己的本金了。如果你覺得投資是你一輩子遲早也要學習的技能，如果你還沒有走進我們投資改命培訓營的公益課，那麼你一定要趕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報名了。今天這部影片，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呢，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你聽不懂了，我建議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為邏輯呢都是環環相扣的，而時間關係呢只能在此結束了。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怎麼樣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這句話，將會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關於成為富人、企業家、投資家、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的話，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然後打開小鈴鐺，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2句話是有用的，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了，我們下周不見不散，拜。